在古印度一处隐蔽的山洞中，一位身形佝偻的年迈修行者，日夜不停地虔诚诵念着俺妈呢巴咪吽这6个字。他的诵念之声沉稳而有节奏，呼吸悠长而均匀，周身萦绕着的祥和之气。这看似简单的6个字，究竟蕴含着怎样神奇的力量呢？千百年来，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数的修行者皆将其视作修行道路上最为核心的存在。据古老的大乘庄严宝王经所记载，这6字真言乃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亲口传授给世间众生的。经文中明确宣称，只要诚心诵念此6字真言，便能消除众生在这世间所遭受的一切苦难，无论是身体上的病痛折磨，还是心灵上的忧愁烦恼，皆能得以化解。药师佛，这位以慈悲济世、普救众生疾苦而闻名的佛陀，也曾在那高大繁茂、枝叶遮天蔽日的宝树下，庄重地向其众多弟子揭示。这6字真言虽然从表面上看仅仅是简单的6个字，平淡无奇，然而其背后却暗藏着无尽的玄机，蕴含着宇宙间最为深奥的佛法智慧。但人们心中始终存有疑惑，这6字真言的奥妙到底体现在何处？它又究竟是怎样潜移默化地对无数修行者的心灵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呢？时光回溯到遥远的佛陀时代，在那片充满智慧与启迪的土地上，有一位名叫达摩迦的比丘。达摩迦天生聪慧过人，脑袋极为灵光，对各种知识的领悟能力远超常人。无论是深奥晦涩的佛法教义，还是复杂多变的世间学问，他往往只需听闻一遍，便能大致理解其中的要义。然而，他的性格中却有着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心性极为浮躁。尽管他多年来一直坚定不移地追随在佛陀身边，如饥似渴地学习了众多浩如烟海的经典著作，无论是长篇累牍的经文，还是寓意深刻的佛迹，他都烂熟于心。可即便如此，他的内心却始终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海，无法平静下来。在他的心中，总是充满了各种纷繁复杂的念头，一会儿为世间的名利所诱惑，一会儿又被自己内心的欲望所困扰，难以获得真正的安宁。有一日，达摩迦身处那清净庄严的精舍之中，本应沉浸在对佛法的思索与修行之中，然而此刻的他却满心烦躁，坐立不安。他在精舍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双手不停地比划着，嘴里还时不时地发出几声叹息。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加剧他内心的烦躁。那精舍中摆放整齐的经卷，在他眼中此刻也仿佛变成了一堆毫无意义的纸张。就在这时，他无意间瞧见阿难尊者正在一旁的案几前有条不紊地整理着经卷。阿难尊者面容平静，眼神专注，每拿起一卷经书，都像是在与一位老友重逢，充满了敬意与虔诚。达摩迦见状，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急忙快步走上前去，脸上带着一丝焦急与期待，向阿难尊者询问道：尊者，我已如此努力地研习了如此之多的经典，为何我的内心依旧如同狂风中的落叶，无法平静下来呢？我感觉自己就像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的行者，始终找不到内心的安宁之所。阿难尊者抬起头，面带微笑，那微笑中充满了智慧与慈悲。他轻轻地摇了摇头，语重心长地说道：你太过急切了，达摩迦，修行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并非仅仅依靠学习众多的经典就能达成。你内心的浮躁让你无法真正领悟佛法的真谛。我建议你不妨前往药师佛处，他以慈悲济世，善解众生烦恼而闻名，或许他有办法助你摆脱这内心的困境。达摩迦听了阿难尊者的建议，心中虽然仍有一丝疑虑，但他也深知自己当下的困境急需改变。于是他决定听从阿难尊者的指引，踏上前往药师佛所在的琉璃光精舍的路途。一路上，达摩迦穿过了茂密的森林，
森林中的树木高大挺拔，枝叶相互交错，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形成一道道金色的光柱。它沿着蜿蜒的小路前行，路边的野花肆意绽放，散发着阵阵芬芳。然而此刻的达摩家却无心欣赏着沿途的美景，他的心中满是对解脱内心烦恼的渴望。经过了漫长的跋涉，达摩家终于来到了药师佛所在的琉璃光精舍。只见精舍周围环境清幽，一座高大的琉璃塔矗立在精舍中央，塔身散发着柔和而神秘的光芒。药师佛端坐在一棵枝繁叶茂的菩提树下，那菩提树的枝叶如同华盖一般，为药师佛遮挡住了炽热的阳光。药师佛身旁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药草，这些药草有的叶片翠绿，有的根茎粗壮，每一株都散发着独特的气息。达摩家怀着无比恭敬的心情，缓缓走到药师佛面前，双膝跪地，双手合十，抬起头，眼中满是虔诚与期待，说道：世尊，我虽已学习了无数的经文，努力探寻佛法的真谛，却仍然无法摆脱心浮气躁的困境。我的内心总是被各种杂念所充斥，无法专注于修行，恳请世尊为我指点迷津，让我能找到内心的安宁。药师佛面带微笑，那微笑如同春日里的暖阳，温暖而祥和。他温和地看着达摩家，目光中透露出对众生的慈悲与关怀，问道：你学过这么多的经文，可曾真正用心去体会俺妈那巴咪吽这6字真言的深刻含义？达摩家听闻此言，脸上顿时露出惭愧之色，他低下头，不敢直视药师佛的眼睛，说道：世尊，我之前确实觉得这6字真言太过简单，不过就是普普通通的6个字罢了。在我看来，它怎能与那些高深莫测、蕴含着无尽智慧的经典相提并论呢？我一直认为，只有钻研那些复杂深奥的经文，才能真正领悟佛法的精髓。药师佛并未因达摩家的这番话而生气，他依旧保持着微笑，只是指了指身旁的一副药碗，那药碗质地古朴，散发着一种岁月的气息。药师佛轻声问道：你看到了什么？达摩家抬起头，看了看那副药碗，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世尊，我看到了一副药碗。药师佛微微点头，接着说道：再仔细瞧瞧，用心去看。达摩家心中疑惑，他走近几步，弯下腰，眼睛紧紧地盯着那药碗。这一次，他终于发现，在碗中的药粉之上，竟用极为细小的粉末精心排列出了俺妈那巴咪吽6个字。这些字排列得整整齐齐，每一笔每一画都仿佛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药师佛看着达摩家惊讶的表情，缓缓开口说道：他汇聚了天地间的灵气与药草的精华，能够治愈众生身心的疾病。而这6字真言亦是如此，看似简单平常，仅仅是由6个字组成，但实则蕴含着宇宙万法的深奥奥秘。它就如同这药方一般，能够治愈我们内心的烦恼与痛苦，让我们回归到内心的平静与安宁。随后，药师佛进一步详细地解释道：俺字，它代表着我们的色身，也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我们修行的基础，只有身体清净，我们才能更好地进行修行。嘛字，其意义在于口业清净，对应的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言语。我们的言语往往能够影响他人，也能反映出我们内心的状态。当我们的口业清净时，我们所说的话便能给他人带来温暖与帮助，同时也能让我们自己的内心更加纯净。那字表示意念清净，它关乎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念如同奔腾的骏马，如果不加控制，便会四处驰骋，带来无尽的烦恼。当我们能够做到意念清净时，我们的心便能专注于修行，领悟佛法的真谛。八字象征着业障得以消除。在我们的人生中，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积累了许多业障，这些业障如同乌云一般，遮蔽了我们内心的光明。而八字所蕴含的力量，能够帮助我们消除这些业障，
让我们的内心重见光明。咪字寓意着智慧，智慧是我们修行的明灯，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面对世间的种种诱惑与困惑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正确的选择。轰字则是一切愿望能够成就的象征。当我们通过修行，让自己的身心达到清净的状态，我们内心所许下的美好愿望便有可能得以实现。达摩家听后若有所思，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迷茫与困惑，似乎对药师佛所说的这些内容有了一些初步的理解，但又感觉有些模糊不清。药师佛见此情形，又从身旁拿出6种不同颜色的宝石，这些宝石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璀璨夺目的光芒。药师佛拿起第一颗宝石，那是一颗晶莹剔透的蓝色宝石，如同深邃的海洋一般。他说道，这颗蓝色宝石对应着俺字，它所蕴含的能量就如同俺字所代表的身体清净的力量，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身体的杂质，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接着他拿起一颗黄色的宝石，继续说道，这颗黄色宝石对应马字，它的能量如同马字所代表的口业清净的力量，能够让我们的言语更加温和、善良，充满智慧。随后药师佛又依次拿起绿色、红色、白色、紫色的宝石，分别向达摩家说明他们与那巴咪吽字的对应关系以及所蕴含的独特能量。最后药师佛说道，这6种宝石每一颗都有着独特的能量，当它们组合在一起时，所产生的能量更是超乎想象，它们就如同6字真言的具象化体现，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和感受6字真言的力量。达摩家接着问道，世尊，听了您的讲解，我对6字真言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但我还是不太清楚，我该如何具体修持这6字真言呢？药师佛微笑着递给他一个制作精美的小木盒，木盒上雕刻着一些神秘的图案，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药师佛说道，将这6颗宝石带在身上，每日诵念这6字真言108遍。在诵念的过程中，要用心去观想每个字的意义，以及与之对应的宝石的颜色和能量，让自己的身心完全沉浸在对6字真言的体悟之中。长此以往，你自会体会到其中的无穷奥妙。达摩家双手接过木盒，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入怀中，再次恭敬地向药师佛行了大礼，然后告别了琉璃光精舍，回到了自己的修行之处。起初达摩家心中依旧存有诸多疑惑，他心想，这看似简单的6字真言，真的能有如此神奇的力量吗？那些宝石真的能对自己的修行有所帮助吗？但他又想到药师佛的谆谆教导以及阿难尊者的建议，他决定还是按照药师佛的指示去做。于是他开始了每日诵念6字真言的修行生活。第1个月，他每天只是机械地重复着诵念，嘴巴里念着俺妈的巴咪吽，但心思却时常飘到别处，一会儿想着自己曾经学习过的那些经典中的某些段落，一会儿又回忆起过去生活中的一些琐事。他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内心有任何明显的变化，依旧像以前一样浮躁不安。他开始有些怀疑，这样的修行方式是否真的有效。到了第2个月，达摩家决定改变自己的修行方法。他想起药师佛说过要观想每个字的意义，于是在诵念之时，他开始用心去观想每个字所代表的含义以及与之对应的宝石的色彩。当他念到俺字时，他的脑海中便浮现出那颗蓝色宝石的模样，以及药师佛所说的身体清净的意义。他努力让自己的思绪集中在这上面，想象着自己的身体正在被一股纯净的力量所净化。念到嘛字时，他就想着黄色宝石以及口业清净的重要性，提醒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自己的言语。随着这样的观想不断深入，渐渐的，他发现自己的心中有了一丝安宁之感，那种原本如潮水般涌来的杂念开始减少了一些。他的内心不再像以前那样时刻处于焦虑和烦躁之中，
而是偶尔能够感受到一种平静的喜悦。进入第3个月，达摩伽在诵念时能够更加专注地观想每个字和宝石。有一次，在他诵念的过程中，他突然真切地感受到一股暖流从头顶缓缓流向全身。这股暖流所到之处，他仿佛能感觉到自己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被滋养、被净化。他心中的烦躁情绪就如同春日里温暖阳光下迅速融化的雪花一般，渐渐消散得无影无踪。他的内心变得前所未有的平静，那种平静就像一片宁静的湖水，没有一丝涟漪。他开始体会到了六字真言所蕴含的力量，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继续修行的决心。时光匆匆，不知不觉到了第6个月，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雨夜，外面电闪雷鸣，狂风呼啸，豆大的雨点猛烈地敲打着达摩伽修行之处的门窗。然而达摩伽却如往常一样，正坐在蒲团上，全神贯注地诵念着六字真言。他的眼神坚定，口中的诵念之声在风雨声中显得格外沉稳。突然，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祥和与宁静。那一刻，他仿佛看到自己的心如同一面巨大而透明的镜子，清澈无比，毫无杂质。世间的一切烦恼、欲望，在这面镜子面前都无所遁形。与此同时，他惊讶地发现，放在一旁的木盒中的6颗宝石也开始发出微弱的光芒。这光芒起初很微弱，如同夜空中闪烁的星星，但随着他诵念的深入，光芒逐渐变强，最终照亮了整个房间。那光芒柔和而温暖，仿佛带着一种治愈的力量，让达摩伽沉浸在一种极度愉悦的状态之中。第2天清晨，雨过天晴，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达摩伽的身上。达摩伽满心欢喜，他打算前去拜见药师佛，向他讲述自己这段时间以来的奇妙体验。他心想，药师佛一定会为自己的进步而感到欣慰。然而在半路之上，他遇到了一位重病缠身的老者。老人面色苍白如纸，嘴唇干裂，整个人虚弱地躺在路边，不停地呻吟着。他的身体因痛苦而微微颤抖，眼神中充满了绝望与无助。达摩伽看到这一幕，顿时心生怜悯之情，他的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想要帮助老人的冲动。此时他的脑海中想起了药师佛的教诲，想起了六字真言所蕴含的力量。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坐在老人身旁，调整好自己的呼吸，开始专注地诵念六字真言。奇妙的事情就在此时发生了。随着达摩伽诵念的声音越来越专注，那六字真言仿佛化作了一股无形却强大的能量，环绕在老人的周围。原本急促而微弱的老人的呼吸逐渐变得平稳起来，他那苍白的面色也渐渐变得红润，就像干涸的土地得到了雨水的滋润。仅仅1刻钟之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老人竟然能够坐起身来了。老人的眼中充满了惊讶与感激，他看着达摩伽，用微弱但充满疑惑的声音问道：你做了什么？我感觉身体轻松了好多，仿佛病痛一下子减轻了许多。达摩伽同样十分惊讶，他看着老人，一时语塞，过了一会儿才回答道：我只是诵念了六字真言而已。就在这一刻，达摩伽忽然间恍然大悟，他终于明白了药师佛所说的六字真言蕴含不凡能量究竟是什么意思。原来六字真言的力量并非源自那些外在的宝石，而是来自修行者内心的清净与专注。当修行者能够排除杂念，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六字真言的诵念与体悟之中时，内心所产生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达摩伽深知六字真言之所以拥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力量，是因为它能够引导修行者回归本心的清净状态。在这种清净状态下，修行者能够与宇宙间的某种神秘力量相连接，从而获得强大的能量。带着这份深刻而珍贵的领悟，达摩伽来到了药师佛面前。药师佛看着他，面露微笑，那微笑中充满了欣慰与认可，
说道：看来你已经有所体会了达摩家恭敬的行礼，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说道：世尊，我明白了，六字真言的力量不在外在，而在内心。只有当我们内心清净专注，才能真正发挥出六字真言的强大力量。药师佛点了点头，说道：正是如此，这六字真言乃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它凝聚了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与无上智慧，同时也是一把开启我们心灵宝藏的钥匙。每一个字都对应着修行的一个层面，合在一起便是一条完整且殊胜的修行路径。安字在梵文中写作嗡，它宛如宇宙初开时的第一缕声响，是万物起始的象征，同时也意味着身体的纯净无染。当我们念诵俺字时，应观想自身的每一个细胞都被净化，如同清晨的露珠般清澈透明，远离一切疾病与污秽，为修行构筑稳固的根基。嘛字梵文为妈，其意义紧密关联着我们的语言表达。日常交流中，言语既能如春风化雨般温暖人心，亦可能似利刃伤人。口业清净，便是要求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出于善意，充满智慧，不妄语，不恶口，不绮语，不两舌。如此，我们的语言才能成为传递慈悲与真理的桥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能使自身的内心世界愈发纯净。每当念及嘛字，我们应时刻警醒自己言语的力量，用美好的言辞去润泽他人的心灵。那字梵文妮，直指我们的内心世界。心是一切行为与思想的源头，犹如奔腾不息的江河，若不加以引导，便会泛滥成灾，生出无尽烦恼。意念清净，就是要让我们的心从繁杂的妄念中解脱出来，回归到它原本纯净宁静的状态，如同平静的湖面，能够清晰映照出世间万物的真实模样。当念诵那字时，我们要努力摒弃杂念，专注于当下，让内心的每一个念头都清澈明晰，从而洞察生命的真谛。八字梵文拍，象征着圣洁的莲花。莲花生长于污泥之中，却能绽放出纯净无瑕的花朵，寓意着我们虽身处污浊恶世，却能凭借修行摆脱业障的束缚，实现心灵的升华。我们在往昔的生命历程中，因种种无明与贪嗔痴，积累了诸多业障，这些业障如同沉重的枷锁，禁锢着我们的灵魂。而八字所蕴含的力量，能如同阳光驱散阴霾一般，消除这些业障，使我们重获心灵的自由与光明。咪字梵文咪，是智慧的光辉体现。智慧如同黑暗中的明灯，能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面对世间的种种诱惑与困惑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正确的抉择。它能帮助我们识破表象，洞悉事物的本质，不被虚幻的假象所迷惑。念及咪字，我们应祈愿智慧增长，以智慧之眼关照世间万物，从而更好地理解佛法，践行修行之道。吽字梵文吽，是一切成就的种子。当我们通过不懈的修行，使身、口、意三业逐渐清净，内心的慈悲与智慧不断增长，我们所许下的利益众生、追求解脱的美好愿望，便如同播下的种子，在合适的机缘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终开花结果。它代表着愿力的圆满达成。只要我们坚定信念，持续精进，一切善愿皆能实现。当这6个字合为一体，就意味着身、口、意三业的完全清净。这便是从凡夫走向圣者的完整修行路径。药师佛语气庄重严肃地说道，这6个字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最为深奥的佛法。并非所有的经文都需要繁杂冗长的字句，有时候最为简单的教导，反而蕴含着最为本质的智慧。就如同这6字真言，它以简洁的形式浓缩了佛法的精髓，为众生开启了一条通往解脱的便捷之道。达摩家听后恍然大悟，内心犹如拨云见日。他感慨道，
我以前总是一味地追求复杂深奥的经文，认为越是晦涩难懂的经典就越有价值，总是在文字的海洋中苦苦探寻，却忽略了身边最质朴的智慧。现在才明白，真正的智慧往往就隐藏在最为简单的教导之中，就像这六字真言，看似平凡，实则蕴含着无尽的宝藏。药师佛欣慰地看着他，说道：你已经领悟到了。这六字真言之所以被称作大明咒，正是因为它能够照破一切无明，引导众生回归本心的光明。当你的心中充满慈悲与智慧之时，这6个字就能成为连接你与宇宙本源的桥梁。在念诵六字真言的过程中，你不仅仅是在重复简单的音节，更是在与宇宙间最纯粹的力量相呼应，唤醒你内心深处沉睡的佛性。达摩迦好奇地问道：世尊，那些宝石呢？它们真的具有特殊的力量吗？为何在我修行的过程中，它们似乎也发挥了作用？比如在我念诵时会发出光芒。药师佛微笑着回答：宝石仅仅只是助缘，真正的力量源自你自己的内心。当你专注地诵念六字真言时，你的心便与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相应，自然而然就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那6颗宝石不过是帮助你集中注意力的工具罢了，它们的光芒并非自身所固有，而是你内心清净与专注的外在显现。当你的内心达到一定的境界，外在的事物也会随之发生奇妙的变化。所以不要过分执着于宝石的力量，而应将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内心的修行上。从那以后，达摩迦每日都勤奋精进地修持六字真言。他将六字真言融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无论是行走坐卧，还是与人交谈，他的心中都时刻默念着这6个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心愈发平静，如同深邃的湖水，波澜不惊，智慧也日益增长。他对佛法的理解更加透彻，能够洞察世间万物的无常与空性。他开始运用所学的佛法智慧，帮助身边的人解决内心的烦恼与困惑。每当有人向他请教问题时，他总是能以简洁而深刻的话语给予指引，让对方豁然开朗。慢慢的，达摩迦的名声在当地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人听闻他的事迹后，纷纷前来向他学习请教。他也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修行经验与感悟分享给众人，教导他们如何通过念诵六字真言来净化心灵，提升自我。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大家证明，真正的修行并非遥不可及，只要我们用心去体悟，去实践，哪怕是最平凡的人，也能在简单的修行中获得内心的平静与解脱。他深刻地明白了，真正的修行并非在于学习了多少经文，而在于将简单的教导深入的实践，直至与自己的生命完全融为一体，让修行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用慈悲与智慧去影响和帮助身边的每一个人。多年之后，达摩迦凭借着坚定不移的修行与无私的奉献，成为了一位备受众人尊敬的大师。他的身边聚集了众多弟子，他们都被达摩迦的智慧与慈悲所折服，追随他一同踏上修行之路。每当有人向他请教修行的秘诀时，他总是面带微笑地回答：俺妈那巴咪哄。这6个字里隐藏着整个宇宙的奥秘，只要你用心去体会，不要被复杂的表象所迷惑，回归内心的简单与纯粹，你就能找到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在他晚年之时，有弟子问他：师父，您这一生之中悟到的最为重要的道理是什么？达摩迦静静地念了一遍六字真言，然后目光深邃地说道：最深奥的智慧往往隐藏在最为简单的教导之中，就如同这六字真言一般，看似简单，却包含着解脱的全部秘密。修行的关键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心的转变。当你完全理解了六字真言的含义，你也就理解了整个佛法的精髓。从最初的浮躁迷茫，到如今的平静自在，我在这六字真言中找到了生命的真谛。希望你们也能用心去体悟，
让这6个字成为你们修行路上的明灯，指引你们走向解脱与自在。这个故事历经岁月的洗礼，代代相传，流传至今，时刻提醒着每一位修行者，切勿轻视表面上看似简单的教导。有时候，最为简单的方法反而可能是最为直接、最为有力的。6字真言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而经久不衰，正是因为它以最为简洁的形式传递着最为深刻的智慧。它跨越了时空的界限，成为无数修行者心灵的寄托与指引，激励着人们不断探索内心的世界，追求精神的升华与解脱。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记得点击关注和订阅，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